尊敬的面粉们好，今天你们赚钱了吗？这几天加密货币市场又开始颓势了，但是你别怕，涨了这么多天了，回调一下是可以理解的吗？不知道大家观察到了没有？春天来了，万物复苏，各种项目又忍不住要跑出来割韭菜了。目前呢，我们可以看到市场上期待比较大的项目有 Axie V3 的新版本更新。然后呢，就是这几天火爆了中文币圈的走路挖矿的那个 GMT， 还有呢，就是面具人之前推过的养鸡下蛋的铸造公鸡的新玩法。那我说的后两者项目都是我们澳洲出品的啊，不知道目前为止你们看到了让你满意的项目没有？面具人，我之前推过养鸡下蛋，这个效果是非常的好的，10天涨10倍，对吧？只要你能跟上面具人我早期推荐的项目，赚上它个5倍、8倍、10倍，那都是没什么问题的。面具人虽然推过澳洲的养鸡下蛋的项目，可是呢，这几天爆火的那个所谓的走路挖矿的项目啊 ，GMT 我没有参与啊，我也没有推。那至于面具人，我为啥不推这个项目呢？你看。都是澳洲的项目方，也都是华人啊！呸，不小心说漏嘴了啊！这个 GMT 它是华人做的，中国人做的。为啥面具人我不推啊？可能具体的原因，有些观众也都想到了，你们懂的。面具人我这个人呢，但凡是涉及到了任何币安资本的东西，我都不会参与的，给再多钱我也不会接。因为我这个人不太喜欢不公平的那种玩法，就像把一群小鸡给圈起来，然后呢一个一个的给宰掉，下套套住一群鸡，然后呢再统一坑杀，太残忍了。那今天呀，既然说到了画圈杀鸡割韭菜的问题，面具人今天就要来讲一讲这个事儿。刚好呢，面具人还看到了一个非常恐怖的新闻啊。这个新闻可能会直接撕毁扯碎咱们这些目前正在玩 NFT 或者是曾经有收藏过 NFT 的玩家们的三观哦。今天面具人要给大家揭露一个大真相，是什么呢？你们仔细听完今天的节目就能明白了。这个真相吓死你们，太吓人了。等一下啊，我先要提醒一下你们各位，节目开始之前呢，请检查一下你们是否打开了屏幕下方的点赞、订阅小铃铛，否则呢，错过了面具人的财经讯息、政治风险预警，而导致了你没赚到钱，或者是被各种黑心的政府政策给割了韭菜了，那可不能怪我啊。那顺便把今天的这个节目转发分享到3个平台以上，截图发送到我的邮箱，就可以参与抽取这个月的 NFT 大奖了。中奖人数依然是10人。这些 NFT 都是可以卖钱的哦，真金白银，中奖率也不低啊，10个人呢，你们积极的分享面具人的节目就能中奖，就有可能中奖啊。多转发，多发邮件啊，别忘了。好，来讲正题。众所周知 NFT 最大的卖点就是可以交易的数字藏品，其所有权是归持有者的，应该是这样啊，至少大家都是这么理解的。好，来，我现在要给你们揭开内幕之前啊，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问过自己一个问题，如果没有的话，现在就可以问一下。来，这个问题就是，你的 NFT 真的是属于你的吗？好。大家可以带着这个问题先听一个新闻啊。由于元宇宙市场的增长 ，NFT 的内容专利申请数量有着显著的增加。韩国知识产权局公布，元宇宙相关专利在过去10年内啊，尤其是2012年到2021年，平均增长了240%。仅仅在去年啊，它就有1828份申请。比前年增加了1倍。不仅如此呢，用于数字资产管理、认证、安全等方面的 NFT 的相关专利，在2017年到2021年之间，仅仅是3年多，不到4年的时间啊，平均每年增长143%。尤其是去年啊，仅仅1年时间就同比增长了5.3倍。好，新闻先讲到这里，大家听好这个新闻里面的关键词儿啊。那就是
NFT 的专利申请数量增加了很多倍。其实不光韩国啊，全世界的国家 NFT 相关的版权专利都出现了爆发式的增长。好，专利版权这两个字儿，你们懂是什么意思不？来，我给你们举个例子啊，大家来看这张图。比如说，面具人我新出了一个项目，我发布了一个面具人专属的 NFT， 然后呢，我还给这个 NFT 注册了相关的版权和专利。然后呢，经由面具人我的推广，你们看到了以后，买了我的这个 NFT， 那你也仅仅只是持有，你可以持有它，并且呢，你有可能可以进行交易，但是呢，我有权利对你的交易收税，明白了吧？并且呢，你以我的这张 NFT 进行的任何收益都是要给我的，比如展览、租借、办什么会员俱乐部、粉丝俱乐部，以我的 NFT 的名义进行的任何相关的商业活动，所有的收入都要给我分，分多少我说的算，因为我是版权方，我是专利方，你不给我分，我就可以告你，轻则罚钱，重则坐牢，听懂了没？现在明白了吧？你买了我的 NFT， 并不代表这个 NFT 就是你的，你用我的 NFT 产生的一切商业行为都有可能触犯了我的版权，触犯了我的专利。你买的只是持有权，仅此而已。而且真的要较真儿的话，我甚至可以单方面的撤销你的持有权。这个 NFT 所有的最高权利是在我的手里的。那谁让你没版权呢？谁让这个东西不是你做的呢？啊，你要不服，你也可以自己发一个 NFT 自己去卖嘛。各位听到这儿，你们现在能明白了，你花重金买到的这个 NFT 其实什么都不是。说难听点啊，你玩 NFT 是否能赚到钱，完全取决于项目方的良心、项目方的格局、项目方的能力。而倒霉的是，目前区块链的项目方有99%的都是那种摆地摊的思维，抱着割一波就走的心态。面具人给你们说个事儿啊，你们观察到了没？那就是大部分的 NFT 都是单链的，他们不会走多链。不是说他们不会啊，是因为他们不想。他们不走多链，你们知道是为啥不？来，我告诉你啊，你现在换位思考一下，你站在项目方的角度去思考，哎，我多开发一条链，我就要多1倍的开发成本，轻则几十万，多了可能会更多啊。你说我投资个项目，我本来可以就在这一条链上卖完了以后，然后呢，我花相同的钱换一个皮，换一个项目，再包装一个，在另外一个链上再出一个新项目，再割一波，就相当于我花了5倍的钱，赚的是5倍的钱。那相比之下，你花5倍的钱，只赚1倍的钱，你去搞多链，去搞跨链啊，你搞5条链，多花5倍的钱，那你选哪一个呢？啊，花5倍的钱搞5条链，搞5个新项目，割5次，还是说只用1个项目搞5个链，只赚1次钱呢？你选哪个？傻子都会算嘛，对不对？你别说多链了，我光说这个 NFT 的艺术设计上面啊，别叫了。另外2只灰鹦鹉还想参加节目呢，我在这讲节目，他们俩在那叫，插嘴 biu biu biu。你看啥？今天让你上镜啊！有观众给我留言说，好久都没有看到拜登了，所以呢，今天让他来上镜。啊，这只很喜欢摸头啊，摸头杀。好，继续来讲正题啊。刚才我讲到哪儿了啊？艺术设计。其实你们仔细观察啊，大部分的 NFT 甚至都不愿意花更多的设计费去设计一些不一样的东西啊。这些 NFT 你看都是千篇一律的，一张图或者是一个骨架啊，就那一个基本图，然后呢来回换部件，用各种不同的什么耳朵呀、眼睛呀、帽子呀、嘴巴呀啊，这个部件提前输入好，然后呢就自动合成动画。
这种是最低成本的东西。你设计5000张画，如果说你要纯手绘的话啊，那成本是很高的。可是呢，我只设计几个部件，让电脑自动拼凑，那成本就低了。明白了不？呀，等一下，我安抚一下他俩啊，我回来了。哎，各位观众，看我刚才说了，这些项目方他也不愿意去花跨链的钱，他也不愿意去花设计费。那根据这2点，你们就可以想象一下，这种项目方他的格局究竟能有多大呢？对不对？设计费都舍不得掏啊，搞个跨链的钱他也舍不得，对不对？花个跨链的钱他都舍不得。甚至呢，有些2B 项目方就像那个 Axie 一样啊，赚了几十个亿了，哎，花点钱升级一下服务器都舍不得。来，观众朋友们，你们现在想一想，这些项目方他值得你去消费，值得你去投资吗？你甭说他没钱，就算他有钱了，能咋嘛？他有钱了，他更抠逼，对不对？这让我们用大陆一句土话来说，那就不是干事儿的人嘛，对不对？连一点点小钱都舍不得花，你还能信这些项目方吹牛逼说的什么第2人生呀，开启新世界呀，啊，统领全世界呀，打开元宇宙呀，给你不一样的体验呀，啊，几千亿、几百亿、几万亿啊，全球最大产业呀，你还能信他这种话吗？什么统领 WEB 3.0呀，统领数字娱乐经济呀，这话你敢信啊？他连花个几千块钱换一个好点的服务器都不想啊，连多花个几万块钱找几个人来多画几张画他都舍不得啊！他还统领全世界呢，还定义 WEB 3.0呢，还搞什么人类网络革命呢？他去他大爷的蛋吧，对不对？其实越是这样啊，面具人我越感叹人性的贪婪与堕落，那就是这个人呀，他没钱的时候他很小气，当他有了钱以后他会更小气。你们觉得是不是？赞同的请留言打1，不赞同的请留言打2。反正面具人我觉得是这样。而且呢，根据我自己这么多年的心理学研究发现啊，人从心理角度上来看啊，真的是越有钱越自私啊。这就相当于我给你举个最直观的例子，那就是原来啊，你穷的时候，你有10块钱，你给别人分5块，你不心疼。但是呢，当你有100万的时候，你给别人分50万，你心疼不？你看看你心疼不？其实比例是一样的啊。可能你有100万的时候，你给别人分1万，你还是舍不得，懂了没？为啥？因为你已经尝到甜头了，你觉得有钱的日子太爽了啊，那你就会更不能没有钱。好了，说了这么多了，你看整个市面上现在都是坑逼 NFT 啊，都是那些摆地摊的人，都是那些吃8块钱方便面都心疼的人，对不对？那在这种情况下，我告诉你啊，都是这些摆地摊的业余公司啊，业余项目方在这割韭菜骗人。只要但凡有一个实力强的公司冲进来，那都是吊打这帮子摆地摊的人，就相当于你说让马云去某条大街摆地摊的那些大街里面去搞一搞，那大家肯定选马云，不选那些摆地摊的嘛，是不是啊？哎，可是目前 NFT 里面没有专业公司呀，99%的都是坑一把就跑。别说他们坑一波就跑，你还真没资格说他们。换位思考一下，换你是他们，你也未必能做到勤勤恳恳的去开发项目，去给客户做服务、做维护，去做市场研究啊，去研发、搞技术，多累的啊！明明能发个项目割上几百万，然后呢一辈子不愁钱花就够了嘛，我还赚那么多钱干啥？是不是？有追求的人有几个啊？真是的，有追求的人太少了。好，说回正题啊，现在 NFT 还能不能玩呢？加密货币还能不能投资呢？答案当然是可以的啦。其实搞投资啊，你们退一步来想，搞投资就像比如你买了暴雪的股票，买了索尼的股票，买了阿里巴巴的股票，
你是不是心里面很踏实？为啥？因为这些公司专业，是不是？那你有没有想过，这些公司的股票也是中心化的呀？你的股票值不值钱，完全要看公司的业务能力、技术能力、市场能力，对不对？总体来说，就是你投资这个公司的股票，相当于你信任这个公司的实力。那反过来呢？如果说这个公司作死，他瞎搞，那你的股票也就完蛋了，甚至会归零，对不对？其实币圈也是一样的，也是投资嘛。你投资哪个项目方的币，你投资哪个项目方的 NFT 啊，完全也是取决于这个项目方的能力，对不对？只不过币圈现在的专业公司不多，99%大部分都是骗钱的。如果说币圈里面要会出现专业公司的话，你去投它可以，没问题。面具人，我想告诉你们啊，其实不管是买股票还是买币，你买的就是信任啊，你信任这个项目，你才会去投，对不对？只不过传统金融和区块链金融最大的区别就是，人家大部分传统金融是有合规合法的手续，并且呢，人家的公司也确实是在做实业。而币圈的这些项目方，他们甚至连脸都不敢露啊，就会吹牛逼，吹完了以后割一波就跑。一个是实的，一个是虚的，而大部分人呢就信这虚的。你们仔细观察，现在币圈的项目方啊，我告诉你，打开网站，打开手机，你随便翻上个3-5分钟，你就会发现呀，我这一辈子白活了。哎呀，你看这手机上这些区块链的项目方吹牛逼，吹的一个比一个牛逼。哎呀，说的好像我明天就能登陆火星一样，吹的好像他妈都能年轻30岁一样，太牛逼了。其实币圈这些项目啊，比的就是谁能吹，谁能画大饼。实事呢没一件啊。今天我脑子里面拍出来一个想法，明天呢找几个设计师，找几个吹牛逼的写手给我吹好写好，然后呢发币发 NFT， 然后呢再找几个网红花点钱，再联系几个群主群头啊，推广告，弄点机器人互相刷留言，然后让你们看到你们买多少我都是赚，因为我发币发 NFT。就像我刚才说的那种 NFT， 随便弄几个部件一拼凑，几乎是零成本呀，对不对？摆地摊你还要进货呢，还要买个地摊布呢。你发 NFT 真的是没啥成本，搞笑，真的是搞笑。买币买的就是信任，可是呢，问题在于信错人了，可咋办呀？所以呀，选对项目很重要。你们选不到好项目，那是因为你们得不到项目方的机密呀。但是面具人我不一样，天天有一大堆项目方找我，给我发邮件，让我帮他打广告，让我给他拉人。针对这种项目方啊，我告诉你，面具人我要啥他给我啥，要钱给钱，要资料给资料，并且呢，这些资料都是他1510如实提供的核心内部资料。想找我推广，因为面具人我也管理着1000多人的基金会，包括我的公开群里面，大到有1-2万人的群，小到至少也有3-4千人的群。那这些人都是白花花的银子呀，是不是？这些项目方当然想找我推荐了，并且我每天随便讲个啥，一天有几万人看，这都是钱呀。我的观众都是真实观众，我也不刷流量，对不对？这都是钱呀，啊！但是面具人我也不接这些项目，甚至就连你看最近这么热火的 GMT 我也不接。为啥？因为我知道它背后的资本，我也知道这是中国人搞的，对吧？不是说中国人搞的不好，只是好的概率很低，懂了吧？我每天至少会收到，我不敢吹牛逼啊，说每天有50-60个项目方给我发邮件邀约我跟我合作，让我帮他推广。每天3-5个、5-6个项目方来找我来求我，还真的是有。我自己有空了呢，每天可能会看上2个、3个项目。如果说没精力的话，可能一天连1个都不会看，那些邮件我也都不会回，很多也都被垃圾箱拦截了啊。我有时候呢要从垃圾箱里面一个一个复原恢复起来，慢慢看啊。但是呢这些项目我告诉你啊，每天5个10个，一个月下来200-300个项目，真正靠谱的呢可能连2-3个都没有。
1%都不到，可能0.5%。你们想想，币圈可怕不可怕？再加上匿名制，再加上各种各样的，下套的思路吧。换你去投资加密货币生意，你当个项目方老板，你会选择勤勤恳恳的干，还是说这帮傻逼不割白不割，随便吹点牛逼就把他们圈起来就割了？赚轻松的钱谁都想，并不是每个人都有责任心和使命感的，懂了吧？哦，对了，我昨天还讲过项目币的项目方是如何割韭菜、如何运作的，是不是？哎呀，这个事儿太敏感了，我只能在会员群里面说。我之前在会员群里面说过，如果说你有兴趣的话，包括参加我接下来审核过的一些好项目，以及各种币的操作思路的话，那就请下载 Line 或者 Telegram， 搜索添加 ID Maskman118，办理会员入群手续。祝你好运。那你也可以去学那些画画班嘛，什么信仰群呀，死拿到底。哼，面具人我这个人就是这样，见风使舵啊，哪儿能赚钱我往哪儿跑。当然了，赚钱的前提是不能赚黑心钱。拜拜。